最近有位网友在科学馆看到一个充满硅油的透明管道冒气泡的实验，只见刚冒出的气泡追上了上方的气泡，二者融合后开始加速上升，又追上更高处的气泡并合二为一，结果底部连续冒出的小气泡变成了间隔较远的大气泡，同时还发现刚冒出的气泡竟变细拉长，一头钻进上面气泡，嵌套到一半便破裂融合，并且后续冒的泡也在重复这一过程。随后融合的大气泡追上高处一个小气泡，又像穿袜子一样将其嵌套在外层，然后内层气泡破裂并从底部排出一串泡沫。那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原理又能为养鱼爱好者制作鱼缸过滤器提供怎样的启发呢？如图所示，这根透明管道里装满粘稠的硅油，底部的排气孔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排气一次，连续冒出几个气泡。现在新一轮排气开始，当第一个气泡上浮时，迎面而来的硅油绕过气泡外壁向下运动，形成了内卷的分离涡，并不断脱落离去，使下方新出来的气泡在上方分离涡的回流区中减阻加速，并被涡流冲击而变细拉长，追上并钻进上方气泡，开始嵌套过程。由于此时内层气泡的个头较小，气压较高，使气泡液膜承受了较大的内外压差，同时发生嵌套的气泡液膜因重力下沉，顶部不断变薄，很快便无力承受较高的内部气压而破裂，融合成大气泡。这导致它的浮力和阻力同时增大，但阻力的增量小于浮力的增量，导致大气泡上浮速度加快，使浮力和阻力重新平衡，这样就和下方气泡拉开了距离。很快这个大气泡就追上了上一轮排气的最后一个小气泡，并受到它的涡流回流区冲击而变细拉长，但大气泡顶部有面积较大的迎流高压区，会同时推挤上方小气泡向扁平方向延展，而气泡延展中又被来流压力推动下弯，将大气泡包裹起来。此时内层气泡体积较大，以至于压力比刚冒出来时显著降低，随着内层气泡液膜重力下落，顶部不断变薄，坚持到嵌套完成后，这层液膜终于支撑不住而破裂，变成一滩混合空气的硅油泡沫，但底部这些泡沫抵抗不住内部气压，被顶出来，形成了气泡尾迹。所以再看视频发现，底部冒出的第二个气泡会被上个气泡的尾流推挤吸引而变细拉长，并快速嵌套，融合后加速上浮和下方拉开距离，追上高处的气泡再次嵌套。由于硅油表面张力只有约20毫牛每米，不到水的1/3，致使低张力的气泡液膜较为厚实柔韧，即使外层气泡将内层完全包裹住，二者之间的液膜也不破裂，直到液膜下沉变薄，无力支撑内部气压才破裂融合，说明硅油气泡较低的表面张力是完成嵌套的主要原因，并且从气泡的嵌套过程也可发现，气泡尾流会受到气泡壁的粘性力牵制，使离去速度变慢，导致下方气泡的迎流阻力减小，上浮速度提高，才出现钻进上方气泡的情形。那么从参观者的角度看，气泡的绕流实际是在气泡壁的粘性牵拉下相对管道上行，只是绕流的上行速度比气泡更慢，才使二者互相远离。根据这一原理，养鱼爱好者可找一根 L 型塑料管，将增氧打气泵的软管末端接在管口，然后插进鱼缸启动气泵。当气泡在塑料管中上浮时，一样会通过气泡壁的粘性力牵拉周围的水向上运动。虽然水流的上行速度慢于气泡，导致水流相对气泡后退，但只要打气泵气量充足，就可使管中的气液两向流获得较大动能，冲出水平面，从另一端流出。这样鱼缸底部的水就从管口下端吸入管中，再从上端排进滤网里。由于水流的动力来自上浮的气泡，因此无论吸入的是超大号鱼屎还是小鱼苗，都可在管中畅通无阻，避免了水泵抽水把小鱼夹死在泵心里的悲剧。并且增氧泵、塑料管和滤网这些东西对养鱼佬来说多如牛毛，当场就能制作，且操作起来相当轻松解压，实在是小鱼铲屎官不可多得的神器。